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文史大观园。1947年的一天，在耶稣出生地伯利恒的一处高地上，几个牧童正在放羊，孩子们打闹着玩耍着，羊群也像顽皮的孩子一样四处撒野。玩着玩着，羊就玩丢了。为了找到丢失的山羊，牧童闯进了一个山洞，往里边扔了一块石头，打算把小羊给吓出来。只听哐的一声，一个瓦罐被打破了，里面露出了几卷羊皮。这几卷破旧的羊皮啊，日后在以色列掀起了一阵风暴。话说孩子们发现羊皮卷之后，觉得捡到了宝，拿起羊皮卷，兴冲冲地跑进了坎多的小店，吵着要卖钱。坎多是个鞋匠，也是个古董商，他接过了羊皮卷，越看越觉得稀奇，尤其是当他看到羊皮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古文字的时候，一股神秘感贯穿了他的全身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些羊皮卷价值不菲。他慷慨地给了牧童一笔钱，牧童像是拿到了巨款，高高兴兴地一溜烟地跑开了。坎多看着羊皮上的古文字，像是看天书一样，怎么也看不懂。当时耶路撒冷有一位东正教的大主教塞缪尔，我们就叫他老塞吧。坎多委托朋友帮忙转手，其中的4卷就卖给了老塞。这羊皮上写的是古希伯来文，也就是犹太人的古文字。即使是犹太人也不一定就能看得懂。就像我们中国人，如果给大家几个甲骨文，我们同样也会像看天书一样。老塞看不懂古文，就请考古教授苏玉尼克帮忙解读。老苏一看，可不得了了，上面记载的是惊世古卷。就这样，死海岸发现羊皮古卷的故事就在当地传开了。自从羊皮古卷重见天日之后，似乎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件事儿。不久，老苏亲自找到了坎多。第2天，他带着坎多手里剩下的另3张羊皮卷回到了耶路撒冷。这个原本平常的日子后来被载入了史册，因为这一天是1947年11月29日，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，允许犹太人成立自己的国家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全都跑到街上热烈庆祝，老苏也非常高兴。犹太人心心念念的复国之日终于到来了。大家看到这儿会不会觉得羊皮古卷重见天日之事儿实在是太巧了？这怎么看都觉得像是老天给以色列送的一份复国大礼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其中的3张羊皮卷中，有一卷重量级的以赛亚书手抄本，抄自于早期的圣经。以赛亚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723年，犹太先知以赛亚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，预言了700年后的耶稣诞生与受难、末日大审判以及以色列复国。说到以色列复国，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以前存在过，后来灭亡了。那么它是怎么灭亡的呢？熟悉圣经故事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耶和华给犹太人应许了一块地方，叫迦南地。公元前1000多年，犹太人在迦南建立了以色列联合王国。传到第3代所罗门王时，因为所罗门王晚年腐化堕落，他死了之后，王国就分裂了。北边的这块仍然叫以色列，南边的这块名叫犹大。犹大这个王国国君是坏的多，好的少，而以色列国的国王呢，是一个好的都没有。这些国王不再把摩西诫命当回事了，对上帝派来的先知提出的警告也都当成了耳旁风。所以犹太人走出埃及，回到迦南建立以色列王国之后，在几乎1000多年之间一直和神对着干。既然不敬神，神就收回了给犹太人的福分。所以犹太人先后被亚述、巴比伦、古罗马等帝国给征服了。每次征服之后，犹太人的处境
都很悲惨。在古罗马征服以色列期间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就是耶稣。那时的犹太人道德既败坏，处境又悲惨，所以耶和华就派耶稣降世教化犹太人。当耶稣指出犹太人的罪行之后，犹太教的长老们恼羞成怒，大喊着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其实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已经预见了自己将被杀害，犹太人也会因为杀害先知而遭受巨大的灾难。当时的耶稣流着眼泪说：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害先知，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会四面包围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的儿女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所以耶稣被钉死之后，犹太人就真的大祸临头了。犹太人被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，还被掳到各国当奴隶。从公元70年起，古罗马大军屠杀犹太人，摧毁耶路撒冷，犹太人失去了立足之地。一直到1948年，以色列宣布正式复国，犹太人才结束了近2000年的大流散。如果不是因为圣经里还预言他们有朝一日还能复国，估计犹太人也撑不到现在。公元前580年完成的以西结书中，神留下的预言说：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回归本地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。正是这样的一个预言，让犹太人一直念念不忘，要回到以色列。而这个预言在全世界的瞩目下，于1948年应验了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些古卷是在2000多年前抄录的，也就是在犹太人开始流离失所的那个时间点。犹太人大流散时，羊皮卷被封存了；犹太人要复国时，羊皮卷被打开了。您觉得这是纯粹的巧合，还是上天的安排呢？我们刚才说到，有4个羊皮古卷被鞋匠卖给了大主教老塞，后来怎么样了呢？说起来很神奇，老塞后来把他们带到了美国，他卷着羊皮到处展览。可是在美国这么大的地儿愣是没找到一个识货的。无奈之下，老塞就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上打了一个广告。广告打出去不久，买家就找上门来了。您猜买家是谁呀？正是老苏的儿子亚丁。老塞当初花了97美元买下的羊皮卷，现在轮到他转手了，一张嘴就要价25万美金，这在当时是天价巨款好在犹太人天生就具有经商头脑，很会赚钱，而且办事儿也很团结，在一个犹太富商的资助下，把事儿给办成了。就这样兜兜转转了一圈之后，羊皮古卷于1954年回到了以色列，成了以色列博物馆圣书殿的镇馆之宝。圣书殿是以色列的地标性建筑。说起它的设计据说灵感来自于最初找回的羊皮古卷，其中包含战卷。战卷虽然抄写于2000多年前，但是内容很应景，很符合现在的世界局势。战卷中说，在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爆发了末日之战。大战中，光明之子由天使长带领，黑暗之子由比列带领，两军混战持续了大约40年。到了第7场大战时，天上众神和人间的圣徒会并肩而战，在真正的浩劫面前，神的大能之手将击倒邪恶，黑暗一方瞬间灰飞烟灭，丝毫不留。凡是站在邪恶一方的人，也要永远的灭亡。黑暗时代结束，天下太平。光明之子接受神赐予的平安和长寿，幸福的生活。由于古卷中多次提到了弥赛亚，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弥赛亚之战。关于末日之战，在圣经的其他预言中认为中东是末世的世界舞台。原本就不太平的中东地区，因为恐怖组织攻击以色列，再次点燃了中东战火。
因此很多人都在担心，圣经预言的末日之战该不会就是现在吧？从木桶打破瓦罐，羊皮古卷现身开始，人们又在死海附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羊皮古卷。考古界根据古卷的记载拼出了大约800份的经书，因此这些羊皮卷被统称为死海古卷。死海古卷上的经书都属于手抄本，是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68年之间抄录的，内容很接近于原始版本。它比任何最古老的圣经手稿还要早1000年。抄经人是当时的修士，是生活在死海附近的艾瑟尼人。公元68年，罗马大军摧毁了犹太人的驻地，犹太人在瓦罐中保存了这些经书之后，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园。经科学鉴定后发现，这些羊皮卷并没有经过特殊的防腐处理，但为什么还能在近2000年来完好的保存呢？不仅没有风化，连墨迹都没有褪色。有人将原因归为可能那个地方气候干燥吧，也有人说经书能传下来，这本身就是奇迹。对于羊皮古卷的不腐之谜，不知道观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呢？由于死海古卷中记载了不少圣经中没有的内容，因此引发了人们深层思考。比如死海古卷残存的以诺书，在公元4世纪之前，以诺书没有被教会拉黑之前，曾经位列于正典，很受重视。新约中有不少经书都引用过以诺书中的内容。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，竟成了禁书呢？这个以诺书记载的是大洪水之前的内容。以诺是犹太人的先知，在地上活了365年，和上帝同行了300年。在这个期间，他看见了许多的异象，或者我们说他用神通功能看到了未来。都知道上古时期发生了一场大洪水，淹没了整个地球。可是那场大洪水是怎么来的呢？以诺书中说，天上有一批天使堕落了，他们离开天堂下到人间，与女子结合，生下了巨人。巨人们胃口很大，很快就吃光了人类的食物，还疯狂地四处杀戮。于是耶和华降下了大洪水，毁了大地上的一切。在大洪水中建造方舟的那个诺亚，就是以诺的曾孙子。天使带着以诺在天地间旅行，他看到未来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迫害，邪恶也会加倍降临在地球上。到那时，大瘟疫会从天而降。他还看到了星星的监狱，就像燃烧的大山，还有汹涌的大火柱。天使告诉他，堕落天使背叛了永恒之主的命令，将永远囚禁在那里。以诺书还详细描述了末日审判，不仅地上的人要接受审判，天上的众神也要接受审判。那些拒绝永恒之主的罪人将在阴间永受刑罚，而义人不仅复活，还将得到永生。古卷提到的永恒之主，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呢？天使说在东北方，这就是永恒之主的家的方向。在天使的引领下，以诺看见了7座尊贵的大山，看起来像是宝座，极其尊贵和荣耀，上面布满了各种珍贵的宝石。山与山之间是峡谷，那里生长着散发着香气的大树，是永恒之主种下的香树，也叫生命之树。当最后的审判结束之后，树上的果实会被授予那些正直和谦卑的人。从以诺开始，将来要分成10个日子，不一样的星期。这个星期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1周7天，而是一个时代。第2个星期是诺亚时代，接着是亚伯拉罕、摩西等等。到了第9个星期，公义的审判将会降临到整个世界。死海古卷预言了末日审判以及末日之战。我们从古卷描述的末日来看，
并不是说世上的一切人和物都要毁灭了，而是一场巨大的进化，前所未有的更新。到了第10个星期，最后的审判结束之后，会产生新天新地，就连天上的神也会焕然一新。以诺说到这儿，强调了一句，这只是一层天的更新情况，那这么大的宇宙又该有多少层天呢？从死海古卷回到现在，我们会不会也是这场巨大进化中的见证人呢？观众朋友，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